历史上不同的时候，被拿当作货币的东西琳琅满目，多到令人瞠目结舌。除了牛、羊之外，其他还有盐、丝、毛皮、鱼钱，甚至还有羽毛。玛瑙珍珠是使用最广的原始货币形式，而较先进的国家或地区常用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氧等金属当作货币。所有被用作货币的东西，共通的一点，在特定的时地被人接受，用来交换其他的商品和劳务，因为大家都相信其他人也会接受它们。美洲殖民地用过的最有趣的一种货币，则是维吉尼亚州、马里兰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烟叶货币。维吉尼亚州第一届州议会通过的第一个法律，将烟叶作物的价格定为上等1磅3先令，次等18便士，于是烟叶成了当地的货币。将近200年的时间内，烟叶曾经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货币，它是维吉尼亚州和邻近殖民地的基本货币。直到西元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，有很长的时间都还在使用。殖民地居民用它来买食物、衣服、缴税，甚至结婚嫁娶之用。维吉尼亚州的作家兼牧师威姆斯先生说道，每当有船从伦敦到来，年轻英俊的维吉尼亚州小伙子个个携着一捆上好的烟叶，一拥而上冲到岸边，带回美丽贤惠的年轻太太，看了真叫人开心。力之所至，势之所趋，烟叶也不例外。烟叶以英国货币英镑设定的原始价格，如果高于种植成本，烟农及烟商就会愈种愈多，结果造成被当作货币的烟叶供给过多。当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快于工人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数量时，一定会发生通货膨胀。以烟叶计价的东西价格大涨，以烟叶计价的物价最高上涨了40倍。于是当地政府通过一个又一个法律，禁止某些人种植烟叶，又规定销毁一部分烟叶的收成，或是禁种烟叶1年，直到所有的做法都无济于事。最后人们只好自己动手，成群结党到乡村各地毁损烟叶。因为此等破坏行为十分嚣张，以至于1684年4月经议会通过法律，宣布这些破坏分子逾越了暴动的尺度，意在颠覆政府。法律规定8人或以上结伙毁损烟叶，将被判国，处以极刑。烟叶货币生动地说明了一条最古老的经济学法则，格雷欣法则 Gresham Rule， 即劣币驱逐逐良币。烟叶的种植商必须支付税款，想当然会以品质最差的烟叶来履行纳税的义务，保留品质最好的烟叶提供出口，以赚取外汇，也就是英镑。这样一来，往往便只有品质最差的烟叶作为货币而流通。人们挖空心思让烟叶的品质看起来好一些，以至于马里兰州在1698年立法遏阻将垃圾装进桶内，上层附以好烟叶的诈欺行为。维吉尼亚州也在1705年立法采取类似的措施，但问题依然未能解决。西元1727年立法实施烟券 Tobacco Notes， 品质问题才略微减轻。烟券的性质就像存款单，由检验人员签发，并有法律宣布烟券可以在所发行的仓储地区内流通，以及偿还一切的烟叶债务。尽管这套制度弊端丛生，这种烟券签条却能执行通货的功能，直到19世纪前夕。这不是烟叶最后一次被用作货币。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和日本的战俘营中，香烟被广泛用作交易媒介。2次大战结束后，英美战胜国在德国占领区内，以法定货币所规定的价格上限，远低于市场的成交价格，于是香烟又被广泛当成货币使用，结果导致法定货币丧失用途，人们改用以物易物来交易，并以香烟作为小额交易媒介，白兰地酒则作为大额交易的工具。虽然现代政府已经从发行纸币取代商品货币或是商品的仓库签收条，但是从维吉尼亚州的烟叶货币我们得到的启示，只要是货币发行的数量增加的比可供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数量要快，就会产生通货膨胀，并使得以那种货币计算的物价上涨。这个道理古今皆然。欧洲中世纪时期，白银和黄金是主流货币，以金银计算的物价大涨，是因为从墨西哥和南美洲而来黄金及白银经由西班牙涌入欧洲。而19世纪中叶，全球各地发生以黄金计价的商品大涨，原因也是加州和澳洲发现黄金。在西元1890到1914年间，
因为提取黄金的氰化法应用成功，使得黄金数量大增，而当时各国皆采金本位货币制度，所以就引发通货膨胀。现在政府所发行的纸币和任何商品没有任何关系，每一个主要国家的货币数量是由政府决定，货币数量如果快速增加，该负责的是政府，而且只有政府需要负责。虽然政府常称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来自海外进口而来的，经济学用词称为输入性通膨，来作为推卸责任最主要的理由。感谢您观赏，我们下期见。